泳池下。就在这时，我的一只脚又碰到了那个柔软的东西，整个脚掌都感受到了那种冰凉的触感。这次不是我故意踩上去的，而是那东西正在给我一个向上的力。就在那一刹间，我已经控制不了我的身体，张开了嘴，猛地吸入了一大口。那时根本顾不上分辨是空气还是水，因为这是人的本能，在闭气的极限时刻，就算是水也会极为渴望地张大嘴巴，直到肺里灌满了液体才停止心跳，睁着眼睛缓缓地沉入水底。恐怕有个1-2分钟过去，急促的呼吸和心跳这才渐渐缓和了许多。当我确定吸入的是空气而不是水的时候，脑袋里却是一阵眩晕。不知何时，水面上起了一层薄雾，隐隐地泛着青灰色。此时的水面看起来似乎也不再是清澈见底的泳池，而是黑得如同一面镜子，镜子的背面则是看不见底的深渊。这是哪里？我心中暗忖，难道我在一个湖的中央？可是断电之前，我不是在酒店顶层的泳池里吗？一想到这里，我的胸口像是被人狠狠地捶了一拳，顿时听到了剧烈的呼吸与心跳声。小袁！我立时朝着一个方向喊了一声，可是我听到的却是极其空旷的回响。我感觉这里绝对不是泳池，更像是置身在一片山谷的包围之中，这里正是谷中的一片湖。一时间，除了淡淡的蓝色荧光照在水面的薄雾中，四周仍是漫无边际的漆黑。我听不到小袁的回应，甚至任何声音都没有。可我总觉得身边有数双眼睛正在暗中盯着我，他们屏住呼吸，隐藏在深不见底的水里。小袁！我一边呼喊着池小袁的名字，一边奋力地游着。纵使没有了方向，我也要拼命地游，想尽一切办法游出去。这里一定是某种魔障，不然我怎会困在这里？不对，那不是月光，因为我从没见过月光是这样的颜色，而且月光不会像这样闪烁。我立时停止向前，顺着水面的薄雾缓缓抬头向上看去。只见顶上还是那层一整片的玻璃，而天空中正漂浮着一个发出冷色光亮的圆盘。除了它，什么也没有。它似乎一直在呼吸。就在圆形正中间有一片黑色的阴影，我看不出那是一个洞还是什么，只是会跟着它呼吸的节奏不断地变化着形态，时而向外扩张，时而又向内收缩，变得很小，看起来就像一个黑洞正不停地吸收着什么物质。它的光线使我的瞳孔剧烈收缩，以致我低下头时根本适应不了黑暗。我到底还在不在泳池？那顶棚外的巨型圆盘又是什么？那一刻，我只感觉水温正在迅速地下降，以致我的四肢快要失去了游起来的动力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悠悠的女声不知从何处传了过来。我屏住呼吸，仔细地听遍着方位，可是那竟是一个女人的哭声。
顿时我的头发像是炸开了一样，恐惧感一瞬间被拉到了制高点。哭声是如此的伤心，似乎是一边哭一边还在小声地细语着什么。我很想听清楚他说了些什么，可无论我怎么游，都无法更接近那个声音。在我听来，那哭声的距离并没有因此改变过。空气的温度也在迅速下降，水温几乎接近了冰点，我能感觉得到体力就要耗尽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失去体温，那就意味着器官即将衰竭，意识也会随即消失。身体在不受控制地往下沉，冰冷的水已经没过了我的嘴唇，而我却毫无反抗的能力。渐渐的，就是鼻子、额头，再到头顶，已然完全置身在了水中。这一次，除了冷，我不再感到剧烈的心跳以及对呼吸的渴望，竟可以毫无阻力地不断下沉，迅速下沉，以接近自由落体般的下沉。猛然间，一个热热的东西用力地缠住了我的双脚，那股力量大到似乎要将我从水中倒着拎出来一般。我立时失去了平衡，身体蜷缩到了一起。我挣扎着，反抗着，那是什么东西有这么大的力道？水鬼吗？可那只是我儿时的恐怖故事罢了，怎会有这种东西呢？即便这样想，我仍然抵挡不住来自黑暗未知的惧怕。突然间，那温热的东西一度包裹住了我的双腿，甚至还在向上爬。我睁大了双眼，却怎么也看不见那东西到底是什么。很像一双手，它甚至逐渐抓住了我的脖子，压住了我的额头，使我连扭动一下脖颈都做不到。哭泣声由远而近，似乎有人在我的耳边哭泣。我甚至还听到了滴答的水声，还有急促的呼吸声。我立时睁开双眼，一道强光闪过，赫然一具白色的身体面朝下漂浮在水中，散开的长发遮住了他的脸庞，而我可以看到他黑色的泳衣后面露出了光滑白皙的背部。那是……我心中大喊不妙，拼命地挣扎着要去救那个女人。也就在这时，水中的那个女人突然抬起头望着我，一个苍白的面孔瞬间被一道强光照亮。空气不再是冰冷的，周围渐渐地有了声音。我听到几个人正在互相指责着什么，很是吵闹。当我睁开双眼的时候，身边站了很多人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躺在一张毛毯的上面，也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都那样紧张地望着我。一个上半身全是水、头发湿漉漉的男人走开后，一张苍白没有血色的脸立时进入了我的视线，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臂，而我却能感受得到，那只手是有温度的。